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大家有听过1982年的安阳灵异事件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它。在1982年的时候，河南省进行了一次民兵演练，并且还是实弹演练。当时准备了好多的枪械，现场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但是在进行演练的前一天，突然就发生了一件灵异的事情。军中所有的枪械都不翼而飞了，至今没有找回来。总共有500多把步枪，6000多发子弹。当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，因为所有的枪械不是被人偷走了，而是忽然之间就消失了。关于安阳灵异事件有很多猜测，有的说是所有的枪械是被外星人吸走了，有的说是所有的枪械都发生了时空穿越，也有的说是鬼神作怪，但是至今也没有结果，官方更没有给出说法。安阳灵异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河南省安阳地区陵县，现已改名为灵州。其见证人员是省军区司令员及其他官兵200多人。这一事件的起因是1982年河南省由省军区牵头，省人民武装部负责，安排全省民兵到安阳陵县进行民兵比武，重要项目是实弹射击。当时整个实弹射击的现场工作已经准备就绪，一个哨兵在值日，灵异事件就是从这个哨兵的身上开始发生的。当时时间差不多是凌晨5点钟左右，突然这个哨兵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突然变轻了很多。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子弹袋里面所有的子弹都不见了，他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于是他赶紧寻找，但哪里都没有找到。他放下手上的枪，搜遍了全身寻找子弹，依然无果。更加奇怪的事情这时发生了，那时他放在地上的枪也突然不见了。在咱们中国，丢失枪械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。于是他赶紧将这个事情上报了上级。上级也感到非常奇怪，立刻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当地武装部的部长。部长听完哨兵的描述之后，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配枪，发现自己的配枪也不见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很诡异，但是武装部长并没有将这个事件定义为灵异事件，而当时他们把这个事件定义为了有反派分子在作祟。于是武装部长就调集了附近的军队，把当地全部都封闭了起来。对于丢失枪械来说，那是非常严重的事。武装部长和其他的几个首长就提出来去查看武装的弹药库，但当他们打开弹药库之后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放在弹药库中用来进行演练的步枪和子弹全部不见了，总共包括500多把枪，6000多发子弹，还有一些迫击炮，还有重机枪。按理来说是不可能有人能够将如此多的枪械偷走的，而且还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最主要的是那个哨兵和武装部长的枪械丢失才让人不可思议，太过诡异了。这一事件发生之后，政府部门下令所有人都不能离开现场，并且封锁了所有消息，不能在当地引起恐慌。那毕竟是500多把枪
6000多发子弹啊！当地政府调集了很多部队在附近进行搜查，最后没有任何的结果，不得不将河南、河北、山西3个省份的人都冻结了起来，人口流动受到限制。于是这个事件也就传开了，但到今天也没有解开这个事件之谜。虽然安阳这一事件非常的奇幻，但当时依然有很多传言，关于为何会出现大量的枪械丢失，也有很多猜测和说法，大致分为3类。一种是外星人劫持说，如果真的存在外星人，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劫持武器库，那么他们的科技一定非常先进。这么先进的科技，为什么要抢劫中国的武器呢？那只是6000多发子弹和500多把步枪而已。第二种说法是穿越说，有的人认为安阳的这一事件发生地是一个神奇的时间虫洞地点，因为某些原因发生了穿越。但为什么只有枪械发生了穿越，而不是人穿越了呢？第3种说法就更为不靠谱了，鬼神说。这一说法也是最常见的说法。有人认为演习地点恰好是鬼魂活跃的地点，部队在演习中冲撞了鬼魂，所以发生了这个事件。至于是否与鬼神有关，就算是研究，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以上的这些说法只是猜测，关于安阳灵异事件的真实性依然没有任何证据，并且也没有发现这批枪械的下落。但后期有一个事件的出现，却使得这个事件出现了转机。这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，在河南信阳，有一个村民在扫墓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填满了武器弹药的坟墓。当时信阳的公安局、文物局等工作人员对发现的这个坟墓进行了研究。根据对数量的统计，这批发现的武器军械有炮弹80多枚，还有重机枪、机关枪、子弹等等。不过当时都认为这是日本人或者国民党留下来的武器，但也有人提出，这发现的数量和信阳灵异事件所丢失的枪械数量相差不大，因此就有人怀疑就是那批丢失的枪械。但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的坟墓中呢？这就又无法解释了。除了安阳的这一灵异事件，其实中国还有很多事件非常的神秘，这些事件很多都被封锁。这种封杀可能是由于这些事件是人为的杜撰，或者这些事件根本就不存在。很多事件本身就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了。中国出现过很多尚未解决的灵异事件，比如我们知道青藏铁路是我国在铁路修建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工程，因为青藏铁路的修建非常困难。当时传言，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，工人突然受到了绿色怪物的袭击，并且死了好多工人，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才将那个绿色怪物消灭。但这个事件是很令人怀疑的。相传在哈尔滨地区，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外出买菜回来的路上突然暴毙了，并且有一只猫扑向了尸体，尸体当时就诈尸了，见人就咬。相传那个老太太诈尸之后，脸部变成了猫的样子，并且专门在夜间出没，专吃小孩，当时还传得沸沸扬扬的。
又比如1872年清朝年间，广西发生了僵尸袭人事件，据说死伤了村民20多人。1907年，一个外国人在准噶尔考察发现了野人，随后俄国派出专家来华考察。1910年，英国探险家到中缅丛林探险，见一位老僧盘坐的身体慢慢升空，在丛林上空飘了一圈，才慢慢地落到了地上。1921年，北京西城发现8具3米高的史前人类骨骼。1933年，一艘法国考察船在南海发现一座从没见过的小岛，半月之后又突然消失了。3个月后，在50公里外再次发现。1934年，营口在暴雨之后，村民发现了芦苇塘里龙的尸体，它的头上还长着有2只带叉的角。这些所有的奇怪的事件都来自于传说，其真实性根本无从考证。不过是不是真实的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些事件就留给我们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。